穷是因为你不努力。香港富豪揭露穷人的残酷现实，真相会令你意外。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。最近这些年，我们听到了太多类似的指责，不少人站在高处，指责着山脚下的人躺平摆烂，将他们的未能如愿归结为没有努力。这样的话听多了，渐渐的，我们开始怀疑自己，开始抱怨家庭，更有的人开始宣扬读书无用、努力无用，希望借此来与平淡的人生和解。今天10点君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，穷到底是不是因为不努力？首先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界定，你是如何定义努力的？香港一位亿万富翁田北辰从小家境优渥，他信奉，只要你有斗志，即便你是弱者，也可以变成强者。所以他无法理解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，觉得他们分明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生活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为了寻找答案，他参加了一档节目，上交了自己的现金和银行卡，住进了便宜的龙屋，做起了清洁工。在这里，他第一次知道了，即便是这么简陋的，不带卫生间，连翻身都困难的屋子，1个月都要1300多块。初次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田北辰充满了好奇。他跟同屋的人打招呼，询问他们，这里环境怎么样啊？得到的回答却是，差不多了，谈不上什么环境吧，我们没得选择。屋内考察一番后，田北辰来到了屋外，明天早上6点15分就要到岗。他想先熟悉下附近的交通，一问才知道，这里最早的地铁6点才会发车，根本来不及。附近虽然有通宵巴士，可坐一次就要13块，每天只有50块生活费的他，不得不开始精打细算。最终，为了第一天上班不迟到，田北辰咬咬牙，还是选择了通宵巴士。换好工服后，他开始了今天的工作，打扫街道并清理街边的垃圾桶。这条街道有10个垃圾桶，对于一般环卫工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可田北辰干了足足半小时，才刚刚清理完2个，体力活极大地消耗着他的精力，才2个小时他就撑不住了。我现在腰酸背痛，平时这个时间我才开始工作，我现在就是在靠斗志撑下去。可即便已经这么辛苦了，到手的钱才勉强够他糊口。清洁工1小时的工资是25块钱，即便每天工作8小时，1个月无休也只能赚到6000块。周围的工友告诉他，如果想要存些钱，一顿饭不能超过15块。而在这里，15块只能买到最便宜的三明治。这一天，田北辰坚持了整整8个小时，才终于熬到下班。筋疲力尽的他只想回家休息。很恐怖，我现在已经累坏了。可他的工友们呢，却开始了另一份工作，夜班清洁。没办法，一份清洁工的工资远远不够，我必须多打一份工，多挣3、4千才能养得起一家人。看了他们的生活后，田北辰陷入了沉思。你能说他们不努力吗？他们每天要工作15、16个小时，晚上只能睡5、6个小时，干的都是繁重的体力活，中途的休息时间只够喝几口水。田北辰本以为1小时25块钱还如此辛苦，这样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人做。但真正体验过后，他才发现，为了谋生不得不委屈自己的大有人在。仅仅2天的体验后，田北辰就受不了了。他开始理解这群在底层挣扎的人，今天怎么样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计划明天甚至未来的事情？他们最重要的是解决下一餐。问题来了，既然他们这么努力，到头来都吃不饱住不好，那么努力到底有没有用？说到这里，10点君想讲神石6航天员桂海潮的故事。今年刚刚宣布他成为神石6航天员时，网上都沸腾了。有人建议查查他的家庭，这一查不要紧，查出了一个小镇孩子求学的历程。桂海潮出生在云南保山市施甸县的一个小镇里，这个小镇很偏远，光是去县城就要走20公里的山路。如果他信命，那他大概率如大部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一样，会在大山里放羊牧牛一辈子。倘若有人带他，或许还有幸能外出打工。但桂海潮不同，他从小就知道，要想走出这座大山，去看更大的世界，自己只有一条路：努力读书。当别的孩子们都在山坡上疯玩时，总会看到他拿着一本书，默默记背着。
朋友回忆说，我们小时候会在一起疯玩，不过我戴眼镜是打游戏打的，他戴眼镜是学习学的。桂海潮读高2那年，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。教室里的他看到这则消息，心潮澎湃，悄悄地在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梦。为了完成这个梦想，整个高中生涯，桂海潮都在苦读，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教室，晚上最后一个回宿舍。有人回忆说，每天黄昏吃饭的时候，都会听到桂海潮在大声朗读背诵。透过那扇纱窗，那个读书的背影，就是一个宇航员的曾经。就这样，桂海潮在书山题海中遨游，在书桌试卷上筑梦。那3年，几乎每次考试，他都是全年级第一。终于，桂海潮顺利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还是那一年，北航在云南省录取的理科最高分。整个十甸县城都轰动了，多少年县城里都没出过这么厉害的大学生了。他从一个小县城直接走进了中国的首都。在很多人都说穷人家的娃没出路的今天，考上大学的桂海潮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启。除了继续努力读书外，桂海潮深知要想做一名优秀的航天员，好的身体素质必不可少。于是大学期间，他努力健身，长跑、骑车、游泳等运动项目都是桂海潮擅长的体育项目。这种自律延续了10几年。他的学生说，桂海潮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健身，这让36岁的他依旧保持着很好的身材。就这样，他用专业上的精益求精以及身体上的自律克制，叩响了那扇通往太空的大门，也接住了命运之神抛来的橄榄枝。那个6岁时仰望太空的少年，如今真的可以遨游太空，手摘星辰了。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努力到底有用吗？倘若没有年少时的努力求学，他怎么能在北京的高校里立稳脚跟？倘若没有青年时的努力科研，他如何年纪轻轻成为博士生导师？倘若没有中年时对身体的努力雕琢，他又如何通过选拔冲出地球，与万户共攀日月星辰？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会说，这都是个例，太多人努力了也没见有啥出路，资源已经被部分垄断了，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了，普通人家的孩子能有什么出路？人这辈子还是要信命，但努力这件事从来就没办法让你一步登天，更没办法按照你设想的1:1反馈等比例的成功，但是它永远能让你比不努力更幸运一点。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一批人像桂海潮一样，在用他们的努力勤学，用他们的踏实奋进证明着，上升通道从未完全封闭，努力也从来都不会白费，向上走总会有无限希望。其实向上走的愿望远不只是一代人的愿望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说的就是这么个理。即便在这代未能如愿，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次小范围的阶级跃迁。今年高考前夕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是一个祖籍河南的爸爸发的。今年孩子将在北京参加高考，打拼半辈子，终于给孩子换了个竞争队列。他说自己今年40多岁了，是从河南考出来的，所以深知河南高考的艰难。为了给孩子换个赛道，大学毕业后他做过销售，盯过项目，为了凑首付，也曾有过身兼数职的经历。苦吗？把人生的经历揉碎了，谁的人生不辛苦？而他这样努力，只是想在北京定居，为孩子换一纸北京户口，让父母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。终于在孩子要上高中的前1年，他通过积分落户留了下来。回望过去的打拼，他不由感慨，一个家族要想变强，势必要有一代人外出打拼，我就是那一代人，但我甘之如饴。这样的故事这些年并不少见。前些年有个故事很火，我奋斗了18年才有资格和你一起喝咖啡。作者是个小镇女孩，拼尽全力靠近大城市后，才发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，不过是城市孩子的日常所见。就连她第一次喝到的昂贵咖啡，也是他们平日里拿来提神的饮品罢了。她不由感慨着命运的不公。那时候看她的帖子，总觉得世俗不公，投胎是最大的玄学。如今长大了才明白，那些生在大城市享受着繁华的孩子，
他们的今天又何尝不是祖辈们努力打拼后为后代们留下的阴泽？要知道，人生本就是一场接力赛，这一代人努力打拼所得到的，除了财富的积累、城市的转变，更重要的是抓住只有这一代人才有机会享受的红利。博主 @whatever 曾分享过自己的故事，他的人生更像是中国祖孙3代的跃迁。他的姥爷10几岁从农村出来当兵打仗，后来留在了3线城市。他的爸妈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结婚后不甘心留在小城市，北上打拼留了下来。到了他这一代，从小就在1线城市长大，上大学的时候被父母送出了国。如今他学业有成，回到1线城市工作，回想自己的过往，我小时候学习，家里就没给过多大的压力，回来工作也是。现在天天下班回家就有热饭，晚上累了再泡个澡。可我如今的日子是从我祖父辈到我们3代人努力的结果。如果当初他们在农村没有出来，如今我要在1线城市生活，必定要付出现在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。他安慰那些凭一己之力要来大城市打拼，又抱怨生活太苦的年轻人。凭自己的努力当然苦啊，你妄想靠着一人把别人3代的苦都吃了，能不苦吗？但是靠你的努力，会让你的后代和别人的差距不会那么大，你的孩子以后也许会活得轻松些。虽然听起来残酷了一点，但确实，努力或许很难大幅度地改变这一代的命运，但努力下去，你和你的下一代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机会。读到这里，或许你很不甘心，难道我们努力的结果就是为了恩泽后代吗？是，但也不完全是。毕竟你的努力最直接的反馈还是你自己。看过一个帖子，有人怀疑自己的努力的人生，只要放弃努力，生活会立即过得比努力时候滋润很多。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？但他接下来给了回答，因为那么多地方都没去过，那么多美食还没吃过，那么多人还没遇到，那么多知识还没掌握，想到这里，心里就躁动不安，屁股就坐不住。虽说爬山累得像个傻子，爬上去被高原反应弄成了傻子，但是爬着爬着，大雾像幕布一样散开，蓝天突然盖过来，你傻兮兮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云海和雪山自己跳出来横在你面前，那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，加倍努力的目的或许已经不是去换取成功，不是为了超越别人，而是一种想去体验一个更大世界的欲望。而这个过程又何尝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呢？文章最后想再问问你，你是因为什么这么努力？你觉得努力的意义是什么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经历和收获。